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当。距离上一期300档篮球鞋的合集已经过去挺长一段时间了。今天我们继续，跟上次一样，今天同样给大家带来3双在300左右的篮球鞋，分别是特步的凌刃1代、安踏的水花6以及匹克的这一双轻灵 2.0。这3双鞋现在的价格都在300左右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3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？它们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进行购买 ？OK， 那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首先，第一款特步的凌刃1代，这一双鞋一拿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它的重量有点偏重，单只42码的重量在420克左右。虽然在数值上看上去好像不是特别的重，但是它中下段的重量占比明显偏大，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并不轻质。对于小体重球员以及体力不是特别好的兄弟来说，它可能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。中底的全掌 Ace 调教偏软，脚感确实非常不错，并且得益于它不错的中底厚度，缓震极限也比较高，体重比较大的兄弟选择它也完全没有问题。不过，如果你想要的是出色的场地感或者是优秀的反应性，那这一双鞋一定不会是你想要的。它的中底重心并不算低，而且偏肉的中底以及它比较容易吸附灰尘的大底，在有灰的场地上面发力突破的时候，脚底下非常不果断，在蓄力起跳的时候，后跟到前掌的力传导也并不是特别流畅，前掌内侧的这一块橡胶在变向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阻力，非常不适合偏外线打法的球员去进行选择，同样也不太适合爱跑爱跳的兄弟们，它还是更加适合打法偏内线的球员去进行选择。出色的缓震、优秀的稳定性，还有着不错的脚踝锁定，站桩型内线可以考虑一下这一双鞋。而且它的鞋楦微宽，宽脚的兄弟也可以进行尝试。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，就是它的大底在吸灰控制这一方面表现并不好，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需要不断用手去擦着鞋底，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。好在它的纹路够粗，橡胶的硬度也还算比较高，如果用来打外场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如果你打室外比较多，或者打球的场地灰尘不多，打法又比较偏向于内线，那这一双鞋会是你不错的选择。第二款来自安踏的水花6代，大家都说开旺像童鞋，那这一双水花6就更像了。在配置方面，全掌氮气，外部用 A-Flash Edge 进行了全方位的包围，大底依旧是水泥壳芯，并且前几代中足部位的这个镂空 TPU 键在这一代身上也保留了下来。单只42.5码的重量在380克左右，还算是比较轻质的，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。鞋楦调教依旧出色，大部分脚型都可以选择，并且都能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体验。鞋面的支撑力度也足够，透气性也还不错，包裹舒适度以及整体的锁定表现也都非常棒。这一个脚背处的魔术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球鞋中段的包裹，并不只是一个装饰品，非常不错。而它的中底跟上一代的体验完全不同，厚度明显比上一代要厚一些，尤其是在它的后掌上脚之后会有一点点前低后高的感觉。当然，伴随着重心的上升，缓震水平肯定是有所提升的，不管是脚感还是缓震极限都还不错。我180斤的体重，即使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，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，并且它的中底过渡做的也特别流畅，不管是蓄力起跳还是正常的跑动，从后跟过渡到前掌都非常的丝滑。但是它后跟重心的上升，加上它较低的鞋帮高度，在做一些侧向急停动作的时候，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后跟支撑会有一点点欠缺。所以这一双鞋我还是更加推荐投射偏多的球员去进行选择。如果变向比较多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看看别的鞋款。至于它的大底还是水泥壳芯，想必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，抓地耐磨都非常不错，不会在球场上拖累我们。这一双鞋的整体表现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不到300的价格，舒适的脚感，出色的缓震，优秀的抓地，不错的耐磨，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，就是后跟的重心稍微偏高了那么一点。如果你是投射偏多的球员，这一双鞋在同价位段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如果你变向比较多，那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去看看别的更加贴地一些的篮球鞋，好吧？第3款匹克的轻灵 2.0， 轻灵 2.0 跟 1.0
几乎没什么变化，全掌轻弹框架，后掌用了2层缓震材料，上层为批送，下层则是太极。但是这样的配置啊，并没有给它带来在缓震方面的提升。对于像我这样体重偏大的球员来说，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，震脚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，跟上一代好像没什么实质性的区别。而它提升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是它的鞋楦，虽然尺码依旧还是不准，我耐克平时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41码会比较合适，大家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在选择了正确的尺码之后，它的包裹舒适度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鞋楦的宽度依旧偏窄，宽脚的兄弟们尽量还是慎选。这一双鞋的核心卖点是薄底快靴，但是中底的厚度并不薄，它用的这一副 EVA 材质的鞋垫明显有一些偏厚，并且还会让我们在突破的时候感觉到一定的泄力。想要薄底快靴的兄弟们，在购买了这双鞋之后，一定要给它更换一副薄一些的鞋垫。当然，换了薄鞋垫之后，也就意味着它的脚感一定会有所下降。这里就看大家如何去取舍了，看你究竟是想要更好一些的脚感，还是想要更为出色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。而这一双鞋在强度方面，对于大体重的球员来说是明显不够用的。中底的 TPU 在穿2次之后，硬度就会有明显的衰减，支撑力度也会有明显的下降，在足弓支撑方面也明显欠缺。在发力蹬地的时候，球鞋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任何的足弓支撑，再加上它强度方面的衰减，在穿了2次之后，它就没有办法再去满足我对于强度以及足弓支撑方面的需求。每一次变向的时候，都是我的双脚在抵抗变向的力，打完球之后，双脚会特别的疲惫。现在它300出头的价格绝对是不值得购买的，如果后续的价格能够降到200以内，那到时候才能称得上有一定的性价比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，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，记得要点击关注哦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